慧珍姐，中国今天都在关注一个人，叫做梅姨。这梅姨讲说她是谁？原来她是全中国最可怕拐卖人口的人，她至少拐卖了20年。结果今天这个人被逮了。这被逮之后，大家自然想知道这种可恶人去长什么样子。没有想到，你看到一件事哦，这是2017年第一张梅姨的画像，因为她没有照片，大家说哦，她应该是长这样子。结果到2019年，这是她的第2张。长得不太一样，结果今天我刚刚讲他被逮了，对，最怪是什么？大家的庐山真面目，他应该会出来了吧？是，就到现在这个梅姨一张照片都没有流出来，是，所以啊，那中国都在问啊，这个很可怕，在当年的2003跟2005年是在广州啊，真是闻梅姨色变啊，大家都是会跟小孩子讲说，你晚上不要乱出门啊，你乱走的话，我跟你讲，梅姨会把你抓走啊，你真的在学校乖乖啊，不要乱跑啊，再跑那个梅姨会把你抓走啊，跟虎姑婆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短短2-3年时间，竟然有9个小朋友9个都是被他们这一个犯罪集团给绑架，而且就直接就是卖掉，很可怕，所以闻梅姨色变。那当时这个发生的时候啊，抓到了一个人，这个叫主嫌张维平哦。那张维平那时候就说这孩子我抓的没错，然后但是呢，我都把他给梅姨了。那梅姨啊，他就处分掉了啊，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他说那到底卖多少钱？梅姨就说有货，直接用有货来形容小孩，他说大概就1000块吧。天哪，人家的心肝宝贝！然后你知道吗？刚提到那个主嫌之一的这张维平啊，他是在2016年逮到人的，那时候逮到他还有其他5个人，然后逮到他人之后呢，他现在这个张维平2023年都已经被枪决掉喽。可是那梅姨到底长什么样？你总要，然后呢？你看这2个时期，2017、2019，版本都不一样。这个你要知道，他是2016年共犯被抓到，对不对？那你出来的已经2017年，照理说你这个嫌犯都已经抓到了，枪决了，结果梅姨的长相2个时间点画出来的不一样。2017跟2019这2个是不一样的人吧？对啊，太荒谬了吧！结果那时候就说这个梅姨啊，现在是已经抓到了，对不对？这个梅姨啊，大概150公分啊，比较胖了，大概60岁左右。短发会讲俄语跟那个闽南语啊，最重要一件事情，你抓到了，那你就公布嘛。到现在也没公布。而且我觉得梅姨让我们觉得最神秘的是什么？你看哦，他说曾参与绘制梅姨模拟画像的专家说，他在落网前他没有在社会上留下任何一张照片。好，这已经够怪。对。第二什么？到哪里也不出示身份证。他到底是多神秘的存在？没有，那最奇怪一件事情是，这个主嫌都已经被逮到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没有呢？对不对？所以人家就在想啊，这个到底是第一个有没有梅姨这个人存在？第二个，那你梅姨怎么会今天抓到了？那你怎么没有公布出来呢？哇塞，江洋大盗啊，那个9个孩子都被你卖掉，照理说你不是根本就应该要游街示众，好不好？而且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讲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很多的小孩子都曾经受到了梅姨之苦。你看到这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他的标题说什么？受害者的噩梦，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他说：“我当时被拐的时候1岁半，梅姨这个人可能还不太记得，但那双眼睛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他也说到了童年时期常常会做噩梦，他梦到是什么？梅姨用他那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这个对一个1岁半的小孩子来说，那个是多大的事情啊！那如果是这样，就代表说，真的有梅姨这个人。那既然真的有梅姨这个人，那真的刚好要把他推出来嘛？怎么会到现在？真的整个只有一个新闻稿，什么都没有。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中有一个记者魏华，他非常非常努力帮我在寻找孩子的下落，他真的很努力。而且你知道，他帮我已经跟我长期联系很久，因为他特别报道这种孩子的这个失踪啊、被盗卖的这种新闻啊，是一直都有。他甚至之前有做一个调查报道，2019年的时候，卧底啊去破获另外一个贩婴集团叫阴谋啊，5天之内跨越了5000公里啊，解救出5名被卖的这个婴儿啊，所以这个魏华这个记者是得了调查报道奖的非常优秀的中国的一个记者，没有想到他在梅姨落网之前的2-3天，竟然心肌梗塞人就走了啊！那有人就说，他是真的心肌梗塞然后不幸去世，而且他现在才45岁，还是因为他可能知道梅姨的真正长相，
或者是他有办法辨认出到底是不是真的梅姨落网，所以被自杀，就是被心肌梗塞。所以大家现在就觉得，真的这个梅姨感觉上是，只是这个时间点出来移转相关的，之前大家讲什么器官移植的风向，还是说真的这个大家追查多年的这个道英集团罪魁祸首这个梅姨真的落网？那你要知道，刚刚提到这个魏华，我真的很佩服他。你看哦，他做了多少的调查报道？哇，他可能2023年他跟同事卧底120天，从缅北救回被那个推入这个猪仔KK 园区的这样子的人。这很厉害，那个前进那个诈骗园区把人家救回来，还有2025年，他竟然可以破获北方最大的地下代孕的实验室，揭露了非法代孕这些非法勾当。所以我跟你讲，他之前都用笔名啊，什么都市大先生啊，用很多笔名。那这一次他已经就是过往了，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才有办法用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就叫魏华。但是现在魏华没有办法看到他曾经追查多年梅姨，现在真的落网的新闻。体文老师，我们刚刚看，光是梅姨一张照片，可以让中国的网友整个炸开。为什么会有这种愤怒的感觉？你说，其实很多的状况是什么？跟钱是有关系。你看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公司甚至失业非常多，结果竟然有中国人到日本去打工。我说打工这字眼，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个实习研习生，他也不是正职他是技能的实习生结果他抛出了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他的月收入表，他说他一个月赚4万。结果现在中国，很多人因为这一张照片不爽了。我们自己人过那么苦，在外面研习就可以赚4万，差太多了吧？其实不是不爽啊，其实他们是非常羡慕。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去年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之后呢，结果中国不是开始就是对日本进行攻击吗？对。但是呢，这当中期间来讲，还是有人到日本去特别是这一位，他是到日本去做研习的他秀出他的薪资条那薪资条上面来讲的话，将近20万日币啊，那折合台币来讲的话，大概就是4万左右来。这边多少？将近快20万，这20万大家换算下来大概是台币4万块钱。对，结果你说旁边这个好，这是中国网友自己贴出来的，合计2810吗？是，然后就是他的薪资只有工作一般的工作来讲的话，一天8小时来讲的话，就是2800块左右，就2200到2800之间那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万多而已所以他们根本就羡慕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是骂日本没有错，但是呢，心里是向往在日本的生活。我羡慕的要死，你什么都有是，所以他们就一直很怨叹说，为什么在中国的工厂工作薪资那么低？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有网友呢，这个用了这个吉林省委书记的黄强的话就说。这个留下烂摊子的，就前任的官员那你的糊涂账要严肃追责的什么是意思呢？在任干成什么，更看离任留下什么，留下烂摊子，糊涂账要严肃追责。对，你知道这一位吉林省委书记叫黄强其实黄强习近平蛮喜欢他的啦但是黄强曾经担任过四川省长，然后现在好不容易他担上了这个吉林省委书记之后，他在一些会议上面讲了一些话。但是呢，他讲实话他讲什么实话呢？他说全面客观评价干部呢，要看在任的时候干成什么，还要看离任的时候留下什么。如果你留下烂摊子、糊涂账的话，要严肃追责要留下好机制、好基础的话，好队伍的话，要充分肯定有人说，话讲得不错嘛，但是问题是，你是在讲谁？你在讲习近平吗？还在讲谁？是变成高级黑的这个概念，所以低级红高级黑又来了。这招对，那你想想看，现在习近平是怎样？是现任干成什么样子？然后经济状况变成什么样子？你是在讲谁，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觉得说你讲这个就算了，你是在讲你的前任吗？还是在讲现任呢？那现任来讲的话，这个中央的这个领导不就是习近平吗？所以这又变成是一个低级红高级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有很多的维权跟抗议，甚至我们上一拜还讲一个老阿嬷去丢石头，冲在第一个。他现在真的中国内部真的有一股势力，那种反抗的势力要起来了吗？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状况，就习近平
竟然目前已经被察觉到有4个月没有离开北京哦。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很怪啊，因为中国才不是两会开完了吗？对，两会在3月初开始，那3月中开完之后，通常按照过往的惯例哦，习近平应该都会离开京城啊，离开北京啊，对，然后到地方去视察。对，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哦，今年是2026，对不对？去年2025的3月的时候，3月13开完两会之后。3月17到3月18，习近平到贵州去视察。对，3月19到20到了云南去视察。然后呢，在前年2024年的时候，两会结束之后，3月18号到21号到湖南去考察。对，然后2023年的时候，3月13号，然后后来这个他们人大闭幕之后呢，习近平是出国，然后到了俄罗斯到俄罗斯进行访问。所以连续3年来讲的话。这个两会开完之后，都有这个到下乡或者到国外去访问的行程啊。但是今年呢，竟然没有这个行程，没有这个行程就算了。去年来讲的话，从2025年11月之后，习近平到了广州之后，然后就4个月都没有离开北京。他到底在怕什么？怪了。中间来讲，不是处置了张幼霞吗？对，不是处置了刘振立吗？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代表说他也很害怕，到了这个所谓的地方之后，可能会有暗杀的情况出现或怎么样？所以你看到今年过年的时候，他也很罕见的没有到地方部队去视察，而直接在北京用视讯的方式来跟其他的部队来到贺新喜哦。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习近平他本身来讲，是不是都没有离开北京的这个状况有点反常？那代表说，他可能不敢离开这个所谓的中央警卫队保护的这个范围之外。如果到了地方之后，那可能会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